我被绑匪绑架时，弟弟拒绝支付赎金，父母还倒打一耙。弟弟说要钱没有，这个管事婆烦人的紧，早就想弄死他了。父母说他就是个坏种，肯定是他联合别人骗他弟的钱。我这才明白自己拼死拼活养出了一家子白眼狼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母亲让我辍学打工的那天。我冷笑一声，掀翻了桌子。需要我送你和爸进棺材吗？这辈子我不会再对所谓的家人心软。可是最后他们却跪地求我回家。我被弟弟的仇家撕票了。他们把我的尸体送到弟弟面前时，弟弟笑开了怀。这个管事婆终于死了啊呸！让你平常总是管着我，遭报应了吧？再睁眼，我回到了10年前。我妈在我对面，手抹着压根不存在的眼泪。青青啊，你弟弟以后就靠你了。我一言不发，瞥了眼旁边坐在轮椅上的父亲。上辈子我爸工地做事摔断了腿，家里的顶梁柱倒了。我妈也是这么说的。于是我放弃年级第一的大好前程，辍学打工，不仅要抚养弟弟，还要照顾父母。那时的我也不过才16岁，却一天打着4份工，洗碗、送外卖、清洁工，什么来钱快干什么，一天连轴转10几个小时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需要给成绩倒数的弟弟补习功课。可是哪怕我付出了所有，弟弟自始至终都怨恨我。即使他最后事业有成，当上了大公司老板，他怪我逼他学习，怪我约束他的生活，怪我给他买不起1000把块的鞋子。而我的父母吃我的，用我的，却在弟弟面前说尽我的坏话，还在弟弟结婚时拿出100万赔偿金给他买房。弟弟做生意得罪了人，他们绑架我，逼我弟拿出200万赎我。那时弟弟公司已经在行业占据龙头地位，200万随随便便的事。可他不肯给，他说要钱没有，谢谢你们帮我解决一个祸害。最后我被绑匪撕票。我的父母冷眼看着这一切，甚至为了维护弟弟的名声，在我死后编撰我的谣言。他姐姐啊，就是坏，高中辍学，不仅到处惹事，还勾搭野男人，指不定他和绑匪是一伙的，合伙想来骗他弟弟的钱。凭什么我要背负那么多责任？我的人生一片潦倒，作恶的人却想进轻浮。这辈子我不会再做傻事，白白养出一群白眼狼，而他们都要为上辈子的事付出代价。我攥起拳头，从旁边的柜子拿出一包老鼠药，一股脑倒进粥里。靠我！你和爸是要进棺材了吗？那我送你们一程。爸妈看着我的操作，目瞪口呆，就连打游戏的弟弟都放下了手机。我妈愤怒地指着我：你作为姐姐，难道不应该管你弟弟吗？你爸腿都断了，你还要指望我这个老婆子出去赚钱吗？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，白养你了！我不仅不慢搅拌粥，你养我。我还没断奶就被丢在了乡下奶奶家，10几年，你们没来看我一次，没给过1分钱。上个月奶奶过世，你们才迫不得已把我接回来。仔细算算，你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？真是给你脸了！我妈被我气得说不出话，我爸想打我，奈何无能为力，也只能骂骂咧咧几句。老子可没钱供你读书，你给我滚去打工，要么就找个人嫁了，还有点彩礼钱。我轻笑一声，跑进他的房间，拿出一张存折。你没钱啊？你断了腿，厂里可是赔了100万。我爸心虚的抱紧存折，眼神往别处瞥。你胡说什么？没有就是没有。我当然不指望他会承认。上一世要不是弟弟买房，他拿出钱来，我都不知道他和我妈藏得这么深。对女儿就拼命压榨，对儿子倒是细心打算。我偷瞄了一眼我弟，看着他的眼睛亮了亮。啊，也不知道他这个钱还留不留得到以后。毕竟我弟天生就是个烂人。我弟看了我一眼，有意思吗？你作为姐姐就不能有点责任心吗？为家里着想一下怎么了？看着他吊郎当的模样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将一碗粥放在他的面前，我嗤笑道：来，你死了，我包你棺材，葬你大半。3人都愤怒地盯着我，却不敢作声。他们知道我在乡下学了10几年的跆拳道，打是打不过我的。我扫视着他们，猛然将桌子掀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要去读书，你们逼我，我就报警，告你们遗弃未成年，还剥夺未成年受教育的权利。你们再大也要大过法。说完，我回到房间，任由身后3个人跳脚。我沉默地坐在桌子前，开始为以后做打算。努力读书，拿到联考保送名额是关键，不过现在我需要钱来解决温饱问题。晚上11点之后，我偷摸出了家门。这个时候很多夜宵店营业，很缺人帮忙，之后还可以帮忙洗碗。忙到凌晨2点才回到家，哪怕身上都是汗，心里却说不出的满足。一想到我明天可以去学校，我就激动得睡不着。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了，我必须把握。第2天早晨，我早起做好一个人的早晨，就去了学校。学校的午餐是要花钱，不过我可不指望我爸会给我。中午，我用昨天赚的钱买了一碗白饭，就往教室赶。路上，我遇到了我弟。此时他正被一群小弟包围着，手上拿着几张红票票。今天哥请你们几个吃顿好的，不要客气，哥有钱。他的脚上换上一双新鞋，是最新款的 AJ。我恍然想起上一世他也是这么混，在学校认了一群小弟，天天逃课、抽烟、打架，还挥霍无度。
可我当时放弃了读书的机会，就把期望放在了他身上，一心只想让他走正路。不仅天天堵在他们学校的围栏处逮他，还半夜3更辅导他的功课。甚至有一次他打架，我去拦，硬生生挨了他一棍。那一棍落在我的肩上，很痛，可是我不舍得去医院。好不容易把他的分数提上来，却不曾想原来他一直在怨我逼迫他学习，控制他的人生，把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强加在他身上。还有他脚上的那双新鞋，上辈子他也闹着要我给他买，我没有买。当时我爸的腿病情恶化，花了不少钱，根本拿不出那千把块钱给他买一双中看不中用的鞋子。我记得他闹绝时，你就是苛刻我，同学有的我没有，我在同学面前没尊严。可是如果不是保护他的尊严，我也不会背上黑锅。只是那件事他从来不知道，我没有多看一眼，绕路避开他们。这辈子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会再管他，他已经不小了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晚上回到家，我等他们动了筷子之后才敢开始吃。快模考了吧，你要给你弟弟补习一下功课，做个姐姐要有做姐姐的样子。我妈在旁边义正辞严，用筷子敲开我夹肉的筷子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将盘子端起来，肉倒进自己的碗里。哦，不教，就他那个水平，就不是读书的料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我弟一直以来在学校都是倒数，上课睡觉打游戏，还顶撞老师，早就已经挂了不少处分了，能不能顺利毕业都是个问题。还不等我妈说话，我弟把打游戏的手机丢在一旁。我才不要他教呢，就他那点水平，能教我什么？妈，你把钱给我，我朋友知道一个补习班可厉害了，都是名师授课，他补了没几次，成绩提了60-70分，就是价格有点贵，要10万块。妈，如果拿不出就算了吧。我弟露出一副遗憾的表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受了什么委屈。我爸妈疼儿子，最见不得他那副委屈模样，连忙摆摆手。没关系，妈有钱，等你学好了超过他，看他得意什么。我妈说着就把一张银行卡递给我弟，顺带瞥了我一眼，像是笃定我弟一定可以超过我。我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别人不知道他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他那群朋友倒数的连号都不爱学习，更别说了哪个补习班可以不几节课提几10分的。他拿钱想必是为了他那个小女朋友吧。上辈子他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把人打进了重症监护室，我们这才知道他有一个谈了快2年的女朋友。我在外面拼命赚钱，生病都不舍得花钱，他却偷拿我的钱，送女朋友各种大牌礼物，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富二代。直到我穿着外卖服出现在医院，那个女孩子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那时我弟昏迷着，他甚至没有等我弟醒了，撂下一句分手就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生怕被什么穷鬼缠上。我弟醒来不停在找他，我怕弟弟男人的自尊受损，也不想他难过，就骗他说我逼那个女孩子和他分手。从此我弟彻底恨上我。现在想想也不知道自己多蠢才会选择背上这个黑锅。不过还好，这辈子我不会再插手他的任何事情，就让他面对一下这个残酷的现实。我飞快扒完饭，又躲回房间里写作业。说实在话，我还是挺期待他们知道真相的那天。日子一天天过，我竭力备战一模联考。本校保送的名额会给联考的前3名，保送生可以减免学费，这是我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到的。至于我弟，每天带着一群兄弟吃好喝好，似乎早就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。我在教室安静地刷题，外头有老师叫我的名字，是我弟的班主任。我专心做完最后一道题才放下笔，我弟的班主任早已急得满头大汗。他抢先开了口：林清，你能不能打通你家长的电话？你弟弟把人打进重症监护室了。我强忍着笑意，露出一副焦急的表情。老师，你的手机借我，我马上联系。我没有直接拨打我妈的电话，而是打给了经常和我妈一起打麻将的李阿姨。电话那头很快接通，我带着哭腔喊道：李阿姨，我妈在和你打麻将吗？我弟和人打架进重症监护室了，让我妈快点去医院。电话那头传来我妈惊恐的叫声，一时间我心里说不出的快意。我挂断电话，和老师请好假，也往医院赶去。我可不是去关心我弟，我是准备去看大戏的。到医院后，我先在门口蹲守着我爸妈，等看到他们的身影，我才匆忙跑出去。此时我妈脸上挂着泪，嘴里碎碎念：我可怜的儿啊，怎么就被人打了呢？我上前推着我爸的轮椅，听说弟弟是为了他的女朋友才和别人打架的。我听别人说弟弟对那个女孩子很好，总是各种送礼。这次竟然……我话没说完，但是我相信我妈明白我的意思了。果不其然，我妈咬牙切齿：什么狗屁女朋友，就是那个小贱胚子勾着你弟，教唆你弟。我不做任何辩解，沉默低下头，生怕我妈看见我勾起的嘴角。病房里，我弟已经醒了，他的女朋友李佳坐在床边给他喂粥。我妈看见这一幕，怒气蹭得往上涨，上去就给了李佳几巴掌。就是你这个小贱人，教唆我儿子，把他害成了这副模样。我弟急了，想起来却扯到伤口，只能一个劲向我使眼色。我装作不懂，朝他眨眨眼。
眼看着我妈下死手，我弟不管伤口撕裂冲下了床，抬脚把我妈踹开。你个老东西滚远点！我弟踹完一脚还不解气，又补了几脚，位置不偏不倚，就在我妈腰上。他将李佳抱在怀里细声安抚，不知道的以为他多爱李佳，实际上不过是他调戏了别人的女朋友，那人气不过便也碰了一下李佳的手。我弟觉得没了面子，就打了起来。我上前去扶我妈，却发现她已经站不起来了。我故作紧张的大声哀嚎：“妈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弟弟打伤了人还要赔钱，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钱啊！”我妈听了更加伤心，作孽啊，都是钱啊！李佳算是意识到有问题，从我弟的怀里出来，脸上神色莫测。你不是富二代吗？我弟的表情一僵，说不出解释的话。只见李佳顺手拿起桌上的热粥泼在我弟的脸上，声音中带着怒气：“分手，你个骗子！”他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，却被我妈拽住衣服，抱紧大腿。我妈用指甲在李佳的腿上抓出几道血痕。你还敢打我儿子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把我儿子给你买的项链、戒指都还回来！这些都是路上我告诉我妈的，甚至把价格夸大了几倍。我妈肯定不会放过这个讨钱的机会。李佳冷笑一声，往我妈脸上啐了一口：“死老太婆，送出去的东西还想拿回去，做什么白日梦呢？松手！你不松手，我就报警！”我妈可不怕这些，继续抱着撒泼，场面一度混乱，直到警察上门调查事情才拉开他们。我弟跪坐在地上，一脸怨恨地看着我妈：“你毁了我的幸福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”我想起来上辈子他也是这么对我说的，我当时还难过了许久，不过这次可轮不到我了。我妈听见我弟的话，愣愣地看着他，腰上的痛却让他说不出话。没有什么比疼爱多年的儿子说狠话更掏心窝，更何况还动了手。我推着我爸去了我妈的手术室外，他脸上一脸愁容和无奈，唯独没有担心。医生拿着签字单出来，病人伤到脊椎，动手术要20几万。我爸沉默抿了抿唇，他在犹豫。这时我弟不知道怎么跑了过来：“爸，我们家的钱要留给我读书和买房了，实在拿不出钱。”我弟站在一边，一脸痛苦，额头冒着冷汗。眼看着我爸还没做出决定，我弟直接跪在地上：“爸，你要帮帮儿子，老太婆那都是自找的，活该。他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你看他今天干的事。”我爸被说动了，拒绝签字：“我们不做了。”医生在一旁很是无语：“不做的话，病人会瘫痪。”我弟握着我爸的手：“瘫就瘫，以后儿子养你们，给你们请保姆。”我差点笑出声。我爸不知道，我可清楚得很。我弟会这么着急阻止手术，是因为家里的钱早就所剩无几了。不过我可不会说话，这辈子就让他们自食恶果吧。让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疼了10几年的儿子是什么大白眼狼。我妈最后是坐着轮椅回家的，她的面上一片死气，还有绝望。她也没想到几十年的丈夫和疼爱10几年的儿子会放弃给她做手术，可她不知道这样子才刚刚开始。父母都残疾后，他们求我在家里照顾他们。我二话不说，从厨房拿出菜刀砍在桌子上。我是没问题，如果你们不怕吃饭被我毒死，或者睡觉被我砍死的话。我说这话的时候在笑，父母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最后无奈只能请保姆。我继续安心备战一模联考，而我弟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他的班主任多次找上我：“林青，你作为姐姐管管你弟吧，也不知道他干什么，他已经连续逃课好几天了，被教导主任抓到2次。”我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，回家就抛之脑后。我弟当然是去霍霍剩下的钱了，毕竟上辈子他也是这么向我示威，以示反抗的。不过显然这次倒霉的可不是我喽。我算了算攒的钱，差不多够我搬出去外面住。不过我还不打算走，再等等还有一场戏要看。一模联考很快过去，成绩出来那天，我成功拿下了保送名额。意外的是，我弟竟然真的比平常多了几十分，但我可不认为这是那个补课班的效果。之前我为了保险起见，特意去看过，那个地方根本没有补习班。我沉默了一瞬，径直走向老师办公室。当晚，爸妈看着弟弟进步60多分的总成绩，笑得乐呵。我妈直接鼻孔对着我，眼里尽是鄙夷。我则低头扒饭，良久才抬起头。后天的家长会，你们去吗？我爸妈沉默了一瞬，随后一拍桌子：“去！我儿子这么有出息，要让其他家长瞧瞧我家培养的大状元。”我爸在一旁连声附和。3人互相吹捧着，仿佛已经看见了以后的好日子。而从始至终，我爸妈都没有提过我的家长会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缺席了我10几年的家长会，不差这一次，但是他们必须去弟弟的家长会，他们不去就可惜了我精心为他们准备的大礼。家长会当天，我拒绝了班主任让我上台发言的要求，转身去了弟弟班门口。此时我爸妈正被一群家长围在中间奉承：“你家孩子这次进步这么大，怎么学的呀？教教我呗。”有福气，快要高考终于发力了。果然你家孩子就是聪明，随便学学就赶上了。我站在门口冷漠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和上一世重合。上辈子我弟在我每天的辅导和压迫学习下，成绩进步飞快，在一模联考中出尽风头。我爸妈高兴坏了，勒令我请假也要一起参加弟弟的家长会。
可是到了家长会现场，我妈接受其他家长奉承的同时，还在不停地贬低我。她说：“你看我家这个丫头，之前再好，现在也没用，还不是要看她弟弟。我瞅着我儿子就是贪玩的，后劲带着，哪是这种小丫头片子可以比的？”一时间，其他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有可怜，有嘲讽，一句句嘲讽声钻进我的耳朵，我只能落荒而逃。那时的我就像一只过街老鼠，人人都想踩一脚。也是时候让我爸妈也尝尝这种滋味了。家长会正式开始，我弟班主任在介绍完全班的情况后，邀请我弟上台讲话。我爸妈带头鼓掌，叫的是一个欢喜，以至于他们忽视了一双眼睛正恶狠狠盯着他们。我弟在台上道貌岸然地准备开始他的演讲，下一秒，一个女人站了起来。我知道她是被我弟打伤的那位同学的妈妈，还是一位单亲妈妈。一个靠作弊考高分的人也配站在台上，简直可笑。我弟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不过很快就收敛起来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血口喷人，怎么你儿子那个狗东西还在医院躺着没醒，你就见不得别人好？莫不是钱花完了，又想从我家吸血？”女人脸突然煞白，身体止不住的颤动。你怎么好意思说？如果不是你，我儿子又怎么会？我爸妈这时也意识不对，一左一右拽住女人的手。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又想讹钱？女人被这三人的无耻程度震惊了，也顾不上什么形象，直接冲到台上，手里还握着一把小刀。她声音带着点怒气，但更多的是怨恨。女人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，插在电脑上，大屏幕上出现考试时的监控。下一秒，我弟的脸也跟着出现，同时暴露的是他衣袖里藏着的手机。6门考试，我弟都在用手机查答案作弊。台下的家长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弟见情况不对，想上前抢 U 盘，却又不敢，因为女人手上的刀一直指着他。可视频不仅是考试监控那么简单，最后面还穿插了一段我弟在酒吧多人运动的视频。霎时间，曾经落在我身上的恶心眼神落在了我爸妈的身上，他们疯狂怒吼着：“不可能，这都是你伪造的，你就是想毁了我的儿子，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活该你的儿子成为植物人半死不活的。”女人眼里蓄着泪，将 U 盘拔出，递给了刚刚赶来的警察。我弟和女人都要被带去警局做记录。路过门口时，我将一张纸巾递给了女人。女人看着我，低声道：“谢谢。”我知道她是在谢我把 U 盘给了她。没错， U 盘是我给她的。我借口在学校丢了一笔钱，和老师沟通后进了学校的监控室，又趁机拷贝了视频出来。按理说，由我本人揭穿会更带劲，可我突然想起女人败诉后在法院门口愤怒和悲伤的痛哭声，鬓角连带着白了几分的模样。我想这份 U 盘会更有价值，所以我在昨天晚上找到了女人，将 U 盘亲自交给她。她起初是不信的，直到我向她展示了我后背的恐怖烫伤。那是我第一次被接回家里，弟弟将滚烫的一锅汤洒在我的背上。我爸妈没有带我去医院，轻描淡写的一句：“弟弟不是不故意，你是姐姐，不要那么计较。”于是我一个人只能用冷水处理伤口。我那时就应该醒悟的，只是我对我的爸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才造成了我最后的悲剧。不过还好，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我爸妈两人拖着警察：“长官啊，我儿子不会干这种事的，就是这个女人冤枉他。”我没有再多看一眼，而是选择回家收拾衣服搬家。但愿他们可以承受接下来的打击，然后更加痛苦地活着。我搬到租了房子后，我的手机就开始被我爸妈不停轰炸。我没有接，只是调了静音，开始麻溜收拾房子。他们爱打就让他们打呗。一直到我忙完，我才回了个电话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那头传来我妈的怒骂声：“死丫头片子，你跑哪去了？给我赶快滚回来！我和你爸给你相了一门好亲事，一户有钱人家，你现在就去领证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反问道：“好亲事？是那个年过半百、挺着大啤酒肚、死了4任老婆的王总吧？”我妈愣了一会，语气中带着不耐烦：“看来你早就了解过了，那还不回来？别个王总有钱又疼老婆，嫁过去是你的福气。”我恍然想起上辈子，我弟刚刚大学毕业，想要自己创业，家里一句没钱，便逼着我嫁人拿彩礼，要嫁的也是这个王总。我不明白，同样是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要用女儿的婚姻去替儿子买单？我胸口堵着一股气，对着电话大吼：“王总4任老婆都是被他家暴死的。既然你觉得这是福气，不如你嫁了，你年龄还正好合适。”说我毫不留恋地挂了电话。我询问过了，我弟这件事情很严重，少说要判5年。上次我弟打架沟通关系花了10万，还有我弟名里骗走的补课费和按了挥霍的钱，我爸的100万赔偿金只剩下小几万了。想必这次逼我嫁人是想拿彩礼钱去给我弟疏通关系，只不过我早就不是他们可以拿捏的软柿子了。我想明天还有一场戏要看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我刚到学校，校门口就传来一阵骚动。我爸妈两人坐着轮椅，手上举着横幅，旁边挂着大喇叭：“不孝女林青，白眼狼，丢下残疾的父母不管不顾。”大喇叭反复播放这句，我始终不为所动。我挤开人群，站在我爸妈面前。
他们看见我一脸得意，压低声音：“你要是识趣，就马上跟我们回去嫁人，不然我们就把你的名声搞臭，让你没脸见人。”我妈信誓旦旦，一副指望我快点妥协的模样。我轻笑一声，慢慢地凑在她的耳边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们雇的那个保姆其实是我爸在外头养的小情人？他的钱还有一部分落在那个女人的手上，指不定哪天就把你踹了。可惜啊，你没了腿，儿子进了监狱，老公还不愿意出钱救，下半辈子孤零零一个人。”我将几张照片塞在我妈手上，丢下愣着的她，我转身进了校门。关于我爸养情人这件事情，还是我晚上兼职回家意外撞见的。两个人在阳台上卿卿我我，保姆坐在我爸的腿上撒娇：“你什么时候和他离婚娶我呀？”那个老太婆烦死了。我爸笑着安抚她：“很快了，等他一点用处都没了就丢掉，你就等着享清福吧。”我第一反应是先拿出手机偷偷拍了几张照。今天这几张照片可是帮了我大忙。解决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敌人内部搅浑。至于名声，我可不需要这玩意来束缚我。之后的事我是从同学嘴里听到的。我妈在我走后抄起大喇叭就往我爸头上砸，边砸边骂骂咧咧：“你个狗东西，外面养情人，老娘跟着你几十年，哪里对不起你？”我爸硬生生挨了一下，额头渗出血，连辩解都没有。你不看看你自己，人老珠黄还这么泼妇，你知不知道你每次在菜市场砍价我都嫌丢人啊？听到这我不由得嗤笑一声。我妈实在是可怜，为了他们爷俩柴米油盐省吃俭用，最后落得个被嫌弃的下场，终究还是报应啊。据说两人打架都摔在地上，我爸扯着我妈的头发，连续几个耳光把我妈打晕了过去，最后还不解气，用大喇叭往我妈头上砸数下，直到大喇叭烂了才罢休。不过有人报了警，我妈最后被送去了医院，我爸则是去了警局喝茶。我去看过我妈一眼，医生说大脑损伤严重，以后只有3岁孩子的智商，平常只会看着人傻笑，眼瞅着我要上学，没人照顾她，怪可怜的。我联系了县里的精神病院，最起码让她能安稳过下半生。当然，这是在他不吵不闹的情况下，其他时候就与我无关了。同时，我尽了一次作为我们女儿的义务，将我爸告上法庭。法庭上，我控诉我爸出轨的行为，诉说我爸将我妈打成精神病的事实。当时很多人录了像发在网上，我爸根本无法辩解。我爸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。他被压下去时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嘴上咒骂：“你这贱人，白眼狼！”我露出委屈的表情：“爸爸为什么骂我？我明明是送你去和你心爱的儿子团聚。”我爸不甘心，疯狂摇头：“阿月肯定会救我的。阿月是保姆的名字，也是他的小情人。”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红色的请柬，递给我爸：“你的阿月今天和别人结婚了，喜帖我都给你带来了，可惜你去不了，就留个念想吧。”我爸眼里的光熄灭了，只剩下绝望和无助。他猛然跪在地上：“小青啊，之前是爸爸对不起你，你原谅爸爸一次，带爸爸回家好不好？”我爸在身后哀求着，只可惜我转过身，风太大了，我没听清。之后我开启了一人一猫的生活，猫是我在路上捡的，当时它脏兮兮躺在地上，哀叫着舔着自己受伤的后腿。我觉得它和我一样是无助的，却又保持着一份坚强，所以我收养了它。拿到保送名额后，我特意和校长请了假。我不去学校上课，而是去打工赚取我大学的生活费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我大2那年，我爸出狱了，3年的牢狱生活逼疯了他。我爸选择进行报复，他将阿月约出来，在阿月喝的水里下了农药。我爸也想杀我，只不过我一直拒绝和他见面。他见约不出我，竟然拿着刀蹲守在我的校门口。他是个残废，我躲得快，只是手臂划了一道小口子。警察把他带走时，他还不断嚷嚷着要杀了我。我爸被判了死刑，听说他想见我最后一面，我没去。我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大学4年的生活，却没想到会再次见到我弟。那是我创业期去东南亚出差，我的裤脚突然被人咬住，我低头看去是一张污秽的脸，可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认出了他就是我弟弟。此时他的双手被打折了，腿也是断的，身上满是伤。他看向我的眼神里有乞求，有希冀，还有一丝悔恨。我无意去猜他为什么悔恨，只是合作方问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淡淡说了句：“不认识。”我带着合伙人大步向前走，只留下身后听不清的呜呜声。我来听人聊天才知道，我弟或许是被骗到东南亚的，只是业绩不达标，所以被打成了那样。以我对我弟的了解，驱使他去东南亚的应该是他的贪欲，而不是被人逼迫。我不会去救他，这是他的报应，而我会好好活下去。